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，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，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专属会员的功能。那我可以坦白说 ，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，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，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，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，让我们身障者呢，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、生活的管道，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。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，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，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。各位好，今天呢教各位如何呢，在 N8N 呢做这个 Whisper 啊，然后呢让它去读声音档，然后去得到这个字幕。那这个要怎么装呢？这个一样，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老朋友Ubuntu哈，我都是装在Ubuntu，不管是之前讲的 N8N 还是 OpenWeb UI、Olama 这一些东西，我全部装在Ubuntu哈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教各位哈，如果是装在Ubuntu，然后再用 N8N 呢去呼叫它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实做哈。好，我们在Ubuntu 的这个 Home 的目录里面呢，先去新增一个资料夹，那这个资料夹我们就叫做 Whisper 哈。好，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先打开这个资料夹 ，CD Whisper。好，然后呢，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打开这个 Whisper 目录之后呢，首先呢，我们这个网页哈，这里有说哈，你还要装这个 FFmpeg 哈。那这个 FFmpeg 呢，我们要先检查看我们Ubuntu有没有装。好，我们的Ubuntu没有装哈。好，由于我们的Ubuntu没有装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安装它哈。来，我们就是输入这个指令，然后密码，一样啊，也是输入第2个指令，开始安装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按 Yes。好，像我们装好，我们来检查哈。很好，已经装好了哈，版本是这个 4.4.2 哈。好，那我们来建立一个 Python 的虚拟环境。好，那我们在Ubuntu看到这个呢，不要担心哦，它就是说呢，你还没安装这个 Python 哈。那我们就是把 Python 装上去，这里装的呢是 3.10， 官方建议呢是 3.8 到11都可以，那我们就装 3.10， 然后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版本哈。3.10.12 没有问题哈。那我们现在来建立这个虚拟环境。好，虚拟环境已经建好了，我不小心点到2次，来，我们现在呢要开启这个虚拟环境，有没有？前面有一个括号，你的环境名称，这样就是好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来安装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安装这个指令了哈。这个就是开始正式安装了。OpenAI 的 Whisper 哦。好，现在安装好了，我们来检查哈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串呢，就是跟我们说呢，没有问题了哈。这一串这里呢就都装好了，没有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都装好了之后呢，还要再安装一个东西哈，补装一下这个套件。好，我们 Whisper 装好之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 Whisper 给它一个端口，让 N8N 就呼叫它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装一个，也是一个 API 的工具就对了，叫做 Flask， 我们把它安装好。然后呢，这个档案我会给各位哈，这个档案在这里，我会给各位。
我们就是要去呼叫这个 API 哈。我们现在就是去呼叫它哈。好，我看到这个就成功了哈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测试了。好，当我们所有设定都设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呢也要开一个新视窗哈。那这个新视窗呢，就是去抓我们的 IP 位置。那看不懂的自己拿去问 AI 哈。那根据我们刚刚那个档案呢，我们是把8000那个端口给我们的这个 Whisper 程式使用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 IP 位置呢，就是要搭配8000这个端口。那这个每个人的电脑都不一样哈。我这边呢是这一个 IP 位置这样，然后后面就接 transcript 哈，然后呢，它呢再把这个档案呢，就是接受这个二进制档，我们要设定好，就是这个 data 跟档案是 file， 这个 name 是 file。然后呢，我们 output 呢要做一个点 SRT 档。好，那我们这里都设定好之后呢，我来做一次给各位看哈。来，一样是 line 哦哈。我现在呢，把我这个声音档哦，这个42秒这个呢传过来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程式在执行哈。那因为这个 Whisper 是装在本地，所以是用本地的显卡在运作。可以看到我的 GPU 呢是有在动的哈。好，它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哈。我上面这个呢是把它写在我的本地的这个目录，我的电脑里面这样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哈，开 content 点 SRT 哈，打开看看有没有，非常的好哦。所有的这个字幕呢，它都帮我们写好了哈。那我们也可以放到这个 Google 的云端硬碟备份哈。那这里呢也帮我们做好了，我们可以来看看了。我们可以来看看了，这里非常的好哈，都有了哈，就是这样哈。那我这个42秒的这个声音档呢，其实10几秒就已经完成了。那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一样接到 LINE 哈，它会通知你哦，已经做好了哦。然后呢，然后你的东西呢在这边哦哈，这是你的字幕档这样。那这个原理是怎样？一样，我们就是做我们的 LINE 接收哈。那接收之后，你不能马上去抓这个你的声音档，这个会有问题哈，会有 bug。所以呢，因为它执行太快了，所以我在中间加一个 wait 等2秒，这样，然后再去抓它，这样才不会有问题。档案抓下来之后，就是送到我们的 Whisper 的 URL localhost 的 URL 去给它 transcript 啊，然后呢，就是叫它转录就对了，把声音转文字啊，然后转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这个。再叫它输出一个档案是字幕档，它就帮我们把字幕档给做好了。字幕档做好了，就是送到本地端，看你要在本地直接用，还是送到 Google 硬碟自己备份都可以啊。然后呢，这里呢就是它发送来通知你，好，已经完成了，就是这样。基本上呢，这个唯一的难度就在 Whisper 的安装了哈。那这个程式呢？我会给各位啦。这个程式我会给各位。那各位啊，我目前用的模型哈，我目前用的模型是中等的这个 medium 啊，我是用中等的模型 medium。那根据 Whisper 呢，它是有非常多的模型的，对 ，tiny、base、small。Media、Large 跟 Turbo 哈，那你自己看你的显卡了哈。那它这边呢，就是有一些它的数据比对就是各国的
语言它转入了这个有效程度啦，这样。那我试下来的话，我就觉得，如果要用中文的话，最好是用 medium 以上啦。那你不要用太小的哈。如果你要用太小的，那你就自己去用英文就好了。这样，那其实真的很快啊，可以给各位看，执行速度真的很快，可以看到其实是很快的啦。这个马上做就马上完成了，大概十几秒就完成了。然后有一个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，它不是只接受声音档，它连影片都可以辨识哦，所以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可以给它影片，可以给它声音档，都是可以的。那做法呢，就是我这个工作流这样做。好，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呢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